最开始可能这个时间比较久啊，我在读博士时候。这个我们因为这个实验室是做植物逆境的，在东北做这个植物盐胁迫，所以你想想逆境啊，对于说这个利用 NMT 技术应该是非常好，所以把这机器我们就买回来了。就说这个技术呢，刚开始我们也是感觉比较新鲜嘛，也因为以前我们做这种盐胁迫，盐胁迫说白了就是氯化钠钠离子为主。以前传统的研究可能就是就像我刚才说那种静态测离子含量我是做质子泵的。这个质子泵大家知道这个是氢对，你氢没法很难去定量，大家一般去做 pH 值是吧？所以没有一个就说是活体的实时的能反映出这个的更好的一个技术而且你要跟钠离子结合，所以它是一个质子一个钠所以你们这个技术正好可以去测这两种离子我就通过说一个植物材料，我把我的一个这个质子转运的基因转到植物里，或者是把它敲掉然后呢一边监测氢离子的流速一边在相应的植物材料处理下，我再做钠离子，然后呢通过两种离子的流速来反映之间它俩的关系。其实这个在原理上大家都知道，这个钠在植物这个要往叶泡里区隔，要往植物体外要外排，是吧？这个外排过程中可能就需要纸膜上的这个钠氢逆向转运体，所以钠的外排其实说白了需要氢离子浓度提供的质子驱动力，所以它是缺一不可。我们就这个用氯化钠是这个固定时间的处理和氯化钠瞬时处理两种项，然后测了一下氢钠的流速，最后反映出我们转了这个调控氢转运的基因，是吧？可以可以这个直接影响氢转运，然后氢转运的速率或者是浓度变化间接影响了钠离子的一个转运速度，进而就把这个问题联系起来就说改变氢可以改变植物对钠的转运，进而提高这个植物对这个盐胁迫的一个敏感性或者是抗药性。就说为什么转了这个氢调控基因促进植物生长过程中还提高了它的抗炎性？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可以在盐胁化快速的往外排这个钠我们测了两个浓度下，10毫摩、50毫摩下，发现呢，这个随着浓度升高这个转的速率加大，所以它把更多有害的排到外面，所以它体内可能就这个离子毒害作用就轻一点，所以它就这个抗炎可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18年也发了这个普朗斯乳创这个文章比较小，反正也是说一个小的问题，是对我前一个研究做一个补充前面都是转基因的，是吧？这次呢，我就在模式植物里把这个跟氢转运这个基因给它敲掉就是找了一突变体发现这个突变体的这个氢转运是数水就是相对于野生型减弱了正好是这个氢的转运，然后呢跟钠的转运有关系结果它钠外排能力相应也减弱而且我利用瞬时处理来反映出这个氢的这个转运的数水它减弱，直接就影响了钠的一个转速，所以也反映出这个就是相应的一个反向数据这个基因突变掉它抗炎性减弱，然后也是跟钠的转运有关系如果您也想将您的 NMT 心得体会、成果专利，甚至您与 NMT 之间爱恨情仇故事，向全国研究者分享，欢迎联系中关村 NMT 联盟
010-8262-4800，或发送邮件到我们的邮箱。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